欢迎收听这次的探讨。今天我们来聊聊这是在线自学中文这个话题，特别是结合你发来的一些想法和遇到的困惑。你提到了现在网上的中文学习资源呢，确实特别多，各种课、App， 还有那些频道，看的人简直眼花缭乱。对，反而有点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了，感觉信息过载了，是吧？是，这个感觉很普遍。下载了不少东西，那个收藏夹也挺满的，但好像就是感觉总找不到一条特别清晰有效的路。没方向感。对，没方向感。所以这次我们想做的就是跟你一块儿梳理一下你遇到的这些具体情况，看看你分享的那些资源啊、笔记啊，哪些是真的有价值的，怎么能帮你量身打造一个更有效也更可持续的网上学习策略，帮你少走点弯路。这个很重要。我们看了你发来的邮件，还有那个学习论坛的讨论连接，里面确实反映了好多自学者的共同痛点。对，比如说感觉花了不少时间，但进步好像不太明显。对，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还有就是坚持下去，真的挺难的。没错，你遇到的这些困惑啊，非常有代表性。面对这么多 online 资源，怎么去有效的筛选，怎么利用，这确实得讲策略，还得专注。这不光是找好资源的问题，更是就是说怎么让这些资源为你自己的目标服务。说到目标，这好像是第一个关键点。我看你笔记里提到了，你既想为了以后去中国玩，能日常说几句，旅游，又对那个 HSK 考试好像有点心急，对，甚至还收藏了一个那个商务中文课的链接，感觉目标有点分散。是有点儿，这会不会让你在选学什么的时候觉得有点犹豫不决？这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目标多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呢，如果缺乏一个优先级，就容易导致学习效率低。就像你笔记里反映的，旅游对话、考 HSK， 还有那个商务引用，这三个他们的侧重点还有需要花的时间精力，其实差挺多的。对，所以明确你当下就是现在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你进行有效筛选的第一步。比如说啊，如果未来几个月你的主要目标就是去旅游，能对付几句，那 HSK 的语法还有那些商务词儿就可以先放一放，集中火力先把这个生存口语和听力给搞定。了解。你可以问问自己，在接下来的比如说3个月或者半年里，我最希望在中文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效果？具体的目标。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能像个脑导一样，在你收藏的那些资源里，比如那个旅游短语 App 和 HSK 词汇表，它能帮你分出个轻重缓急。把主要精力啊、时间呢，都投到最符合你当前核心目标的资源上。其他的呢，可以先放着，以后再说，或者就当个补充。这样就能大大减少你感觉到的那种选择困难，还有漫无目的的状态。有道理，先聚焦，把最想解决的那个问题先搞定。对，那确定了目标之后，下一步就是选具体的学习材料了。你 email 里说试了好几个评价还不错的 app，也关注了一些教中文的频道，但感觉有的内容吧太零碎了，不成体系。有的呢，老师那个口音又不太确定，是不是标准的普通话？这个也是个问题。这确实让人挺头疼的。怎么判断哪个更可靠，或者说更系统呢？这就涉及到怎么评估资源质量了。尤其网上的东西质量确实参差不齐。不能光看下载量多少，或者那个粉丝数有多少。对，有几个核心的评估标准可以帮你判断一下。第一个就是内容的系统性。你刚才说的内容零碎，就是缺这个。一个好的核心资源，它应该有挺清晰的结构，还有那个循序渐进的逻辑。比如说，它得让你明白学文这一块，下一块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什么内容。像搭积木。对，是像搭积木一样，一层一层往上走，还是说就是一堆知识点随便堆在那儿？这个在你选主教材或者主要课程的时候特别重要。了解。第二个呢，是发音的标准度。
就是你提到的那个不确定老师口音。对，这个挺担心的。中文的声调太重要了，你要是跟着一个发音或者声调有问题的老师学，很容易养成那个坏习惯，后面想改都难。是。所以可以多听几个不同老师的试听课或者样本，选你觉得最清楚、听着最自然的，或者优先选那种口碑比较好、明确说是用普通话教学的资源。找准普通话。对，第三个是互动和反馈，学习不能光是听，单向输入不行。你收藏的那个论坛链接里，有人推荐带练习、带测验功能的 App， 这个就很有价值。对，能练。它能让你马上知道自己学的怎么样，巩固记忆。光是看视频讲解，要是没有配套练习，效果经常会打折扣。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你试过的这些资源里，你就按照这几个标准，挑周1到2个最符合你当前目标，比如说旅游口语，而且质量确实过硬的，就把它当成你的主力资源，深入的去学。主力。对。其他的可以先放一边，别让精力太分散了。与其弄一个装满了各种资源的文件夹，不如真正把1、2个好资源给吃透。集中火力，吃透1、2个核心资源，这听起来是应对资源过载的好办法。对，这让我想起另一个你在笔记里反复提的问题，关于基础。你提到感觉那个拼音声调有点枯燥。是有点儿。好像有种冲动想跳过去，直接学那些实用的句子。很多人都这么想，但又隐隐的担心，这样基础是不是就不牢了？这确实是很多初学者的纠结点。这儿的坑到底有多大？这个坑可以说非常大，而且是影响你长远学习效果的关键。这么严重？对，中文是声调语言嘛，同一个音节，比如说骂，声调不一样，意思就完全不同了。你笔记里不是还圈了几个因为声调搞错而闹的笑话吗？对，想起来了。虽然挺有意思的，但也说明问题挺严重的。如果拼音基础，特别是声调掌握的不牢固，你不仅说出来的话别人可能听不懂，更重要的是还会影响你的听力理解，因为你脑子里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声音模型去对应你听到的东西。听也听不准。对，这就好比盖房子，那个地基没打好，上面盖得再快再好看也容易出问题。有道理。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过程有点慢，甚至有点无聊，特别是当你急着想开口说话的时候。但请相信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这个发音基础打扎实了，绝对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后面你学词儿、学句子、学对话的时候，你会感觉顺得多，自信心也会更强。可以找一些专门练拼音和声调的那种互动练习的 App，有针对性的，或者就跟着发音特别清楚的老师反复去模仿，把这个基础夯实。千万别因为追求短期的那种速成感而牺牲了长期发展的潜力。明白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看来这块确实不能图快。对。不过就算有了好目标、好资源，也愿意打基础了，在线自学还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你邮件里提到的那个3分钟热度的问题，怎么保持自律，怎么坚持下去？这个是核心挑战。没有同学，也没有老师盯着，很容易学着学着就断了。你提到之前几次下决心，都因为各种原因没坚持下来，这种情况怎么破呢？自律性确实是在线自学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那个弱点。完全靠意志力去抵抗那个惰性，说实话，对大多数人来讲都非常难。是啊。但好消息是，咱们可以设计一些外部的机制来推自己一把，帮自己坚持下去。比如呢？比如说，你提到你时间安排挺灵活的，但有时候反而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学。对。那就可以试试固定每天或者每周的学习时间，就把它像一个重要的约会一样写到你的日程表里。仪式感。对，有时候仪式感能帮我们开始行动。另外呢，你分享的那个学习论坛本身就是个潜在的好资源。怎么说？你可以在论坛里找个学习朋友，就是 study buddy。
或者加入一个打卡小组，大家互相监督，分享进度，说说遇到了问题。来自同伴的那种压力和鼓励啊，往往比自己管自己要有效得多。有人一起。对，知道有人在跟你一起努力，那个感觉会很不一样。还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你的大目标，比如说旅游时能流利对话，把它分解成非常具体而且能做到的小任务。拆解目标。对，比如这周我要学完这个 app 里关于问路的单元，并且能把里面的5个关键句型说出来。或者今天我要用那个 flashcard 复习20个生词。小目标。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给自己一个小的正反馈，这种成就感啊，是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切实。关键就在于创造一个让你对自己的学习进度有交代的环境，不管是跟伙伴交代，还是对打卡记录交代，或者是对那时分解后的小目标负责，让坚持的过程变得更看得见、摸得着、更好控制，而不是一场纯粹的意志力大考验。把大目标拆解，利用社群和工具来创造外部约束和反馈，听起来确实比单纯靠毅力要靠谱多了，对吧？这就自然引出了最后一个话题了，工具。你那个收藏夹里有不少工具类的东西，比如那个用艾宾浩斯曲线记单词的像 Anki 或者 Quizlet 那种应用。记忆工具。还有可以拍照查字的 Playco 词典工具。甚至还有一个你标记了想试试的那个 AI 对话练习工具。口语练习。这些工具看起来都很强大，但你好像也有点担心，会不会只是在不停地试新工具，而没有真正的深入学习？你的这个担心啊，非常有道理。技术工具它是辅助，它不是目的。关键在于为我所用，而不是被工具所累。现在工具确实多，功能也越来越花哨，很容易就陷入那种不停尝试新鲜工具的循环里。对，总想找个更好的，或者把时间都花在研究工具本身了，而不是学习语言内容。在用任何一个工具之前，都应该先问问自己，它能帮我解决哪个具体的需痛点？解决什么问题？它是不是比我现在用的方法更有效率？比如你发现自己背了单词很快就忘了，那基于那个间隔重复原理的 flashcard 的应用，像 Anki， 它就能很精准地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愁没有机会开口练习，那 AI 对话工具就能提供一个压力比较小的模拟环境，弥补你现实中缺少语伴的这个短板。这在你笔记里也提到了是个困扰。对，没地方说。对于你提到的那个拍照查字工具，像 Playco， 它在你读东西或者遇到不认识的字的时候特别方便，能马上解决问题，提高你阅读的效率。还有那个跟读模仿，就是 shadowing 的软件，它可以有针对性的帮你提升语音语调，重点是要有选择、有目的性的去用。选择性。根据你现在的水平和你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定1-2个最合适的工具，深度的用好它们，把它们整合到你的学习流程里去。而不是看到一个新出的评价很高的工具，就马上去下载来试试，结果反而分散了时间和精力。要警惕那种工具依赖症或者工具收藏癖。有道理。记住，工具是为了让你学得更好、更快。如果用某个工具让你感觉更焦虑、更忙乱，或者占用了你大量本该用来输入和输出练习的时间，那可能就用错了方向。非常清晰的思路。问题导向、精选慎用、深度整合，这对于在工具的海洋里保持清醒确实很有帮助。好了，今天我们结合你分享的资料和困惑，深入探讨了 online 自学中文的5个关键环节。首先是，明确并且聚焦你的学习目标，避免在好几个方向上摇摆不定。对，定准方向。其次是根据系统性、发音标准度和互动性来审慎地评估和选择核心的学习资源，精选弹药。第三呢，是强调了打牢拼音、声调这个基础的重要性，不能急于求成。对，根基要稳。第四，我们探讨了怎么通过设定小目标、利用社群、固定时间这些方法来克服自律这个难题，搭建支架。最后是提醒，要智能的、有选择地使用科技工具，让它们服务于你的学习痛点，而不是变成新的负担。没错，善用工具。对，总结起来就是，在线学习给了你特别大的自由，但它也对你的自主规划能力和执行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键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资源
或者试了多少工具，而是找到一套适合你个人情况，能帮你解决核心问题，并且能让你持续投入进去的方法论。适合自己的方法。对，个性化的策略加上持之以恒的实践，这远比盲目的去跟风要重要的多。那么听完我们今天的探讨，再回顾一下你自己的学习情况，还有那些笔记呀、链接呀什么的，你觉得在这5个方面，目标、资源、基础、自律、工具，哪一个是你眼下最想立刻着手调整，或者说去尝试改进的地方呢？这个问题啊，就留给你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去思考和实践吧。